我本来8月1号就该拍了，刚出我就冲去买，结果这2个家伙一直在那边给我更新，我脚本这个重写3次，我要疯欢迎收看频道来了，我展斌，官网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就整理你最可能会有疑问的那些问题，希望让你搞清楚你更适合买哪一台。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画质，结论是差不多。不要挑这个啦，细究的话会讲比较久，怕你听不下去，我多穿插一些比较的画面吧。参数面1.1/1英寸对上1.28/1英寸，方形 CMOS 对上横长方形 CMOS，10 bit 对8 bit， 理论上 DJI 胜，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我在雨天测到的画面，然后这是我在晚上测到的画面。只看锐利度跟清晰度 ，Osmo 360的表现令人惊艳。所以如果你问我谁更适合当行车记录器，谁可以把车牌拍得更清楚，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是 DJI。可是回到记录生活，画质不是只看锐度，我个人很介意，但很多人都没讲的就是噪讯。Osmo 360的影像处理晶片只有1片 ，X5 有2+1片，2片影像，1片 AI。X5 的噪讯是类似油画的涂抹感，但 Osmo 360却是杂讯感。在摄影圈，我们把这种类似监视器的噪讯称为彩噪，它不是胶片那种油润的噪讯，而是缤纷刺眼偏不太舒服的。在晴朗的蓝天或是街灯明亮的城市夜游 ，Osmo 360更大的感光元件可以带来更清晰锐利的感觉。但在光线变化大、穿越隧道、没有阳光的室内、阴天、雨天 ，Osmo 360的短板就会显露出来。晶片数量没办法透过固件更新，只能在下一代改进。并不是感光元件比较大就一定画质比较好。话虽如此，还是要夸一下 Osmo 360，毕竟它是第1代的产品，就可以直接跟对手比拼，真的很厉害。那也因为他们演算法的策略不一样，要谈胜负就很悬。也能看到大家对画质好坏的答案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你不要纠结这个，2台的画质都算及格。但看了这么久，你应该注意到另一个很悬的事情，就是很明显2家色彩科学差很多，所以你也可以根据更喜欢谁的曝光逻辑跟颜色去选择要买哪一台。但有个理由，我自己会倾向选 X5， 就是自动曝光。X5 一般录影模式的低光演算法比 Osmo 360好很多。你没听错，一般录影模式不是低光模式。你就算忘记改成 Pure Video 模式，透过影调增强的功能，在穿过山洞走进室内的时候 ，X5 的自动曝光表现会比 Osmo 360再更精准一点。DJI 有个独家功能是 Log 灰片模式，这是影视制作有调色需求时，可以让动态范围跟色彩过渡看起来更滑顺的东西。然而要提醒一般用户的是 ，Osmo 360的低光模式没有 Log。如果你只是买来拍 Vlog 记录生活，然后你想开 Log。你很有机会忘记超级夜景模式没有 log 这件事情，然后2个模式交替使用的时候，素材色彩就会差很多。不同模式拍到的色彩整个不一样，超级跳，调色就会变得很痛苦。希望大家来固件改善吧。单镜头模式是 Osmo 360的宣传重点，我在别的影片有说过，我不喜欢 X5 的单镜头模式，我觉得画质不够好。而 Osmo 360因为低光噪讯的问题，并没有顺利让我满意。它的支架转接座设计了一个固定朝向自己的按钮，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棒。也许它是未来跟 Insta360 分众的道路，它会更像一台双镜头的 Vlog 相机，前后镜头画质一样，还能搭配专业的无线麦克风，听起来就超厉害。可是这还停留在下一代会更好的阶段，我不推荐你为了这个原因购入 Osmo 360，好像不如买 Action 5 Pro 转一下，或是 Pocket 3用翻转镜头再自拍，然后是畸变，就是镜头拍到的画面会不会扭曲。Osmo 360好像不小心把 Action 5 Pro 的选单做进来了，你可以在全景相机上面选择视角，可是选完以后，你把素材丢进 Studio， 你选了个鸡毛，全部视角都长得一样。这个选项是选好玩的，希望将来固件改善吧。如果你现在刚买 Osmo 360，你可以试试看，在不更新固件的时候马上打开来看，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潜水壳隐形的选项。上面有一个小动画，可以看到你的潜水壳长怎么样，小彩蛋。然后它明明就还没出潜水壳啊！工程师又要加班了。DJI 的色彩真的很耐看，耀光的话你们也可以看一下，2台对于接缝跟耀光的处理逻辑有点不太一样。有人会说 DJI 的接缝好像处理的比较不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已经及格了啦，不用纠结这个。然后是对焦，他们2台都是泛焦相机，所以没有最近对焦距离的。等一下，好挡。我是被迷目鱼了吗？我是被迷目鱼了吧？我们要把畸变放在画质那边说，因为可能会有人觉得畸变是一种风格。我只能说主观上来讲，我自己偏不喜欢这种畸变。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个。电池续航方面，我觉得差不多。
官方宣传讲的乱七八糟，这个测试可以那个测 Full HD， 很燥，超级乱的。我实测 8K 30P 的结果是 Osmo 360约100分钟 ，X5 约90分钟，但一般人不会去在意那10分钟的差别。分别配上3颗电池，都是能拍一整天。我觉得2台电量都算及格的。Osmo 360有个非常厉害的新设计，就是充电电子触点。虽然自拍杆因为没材料缺货了，但根据别人的实测，它可以透过底部的电子触点持续供电，甚至可以不插电池。如果你有透过自拍杆超长时间录影的需求，我更推荐 Osmo 360。不过我要提醒你 ，8K 50P 的格式有不少过热的灾情，建议你最高只拍到 8K 30P 就好。如果你是骑车、开车之类，可以持续充电超长时间的录影。X5 的配件生态是更丰富的，它有一个充电防雨保护盖，状况允许持续充电的话，我会更推荐 X5。相机过热导致不能使用的问题我没有测出来，我的拍摄条件是 8K 30P， 30度的室外，都是1颗电池录到没电。可是网络上很多的相关讨论，有的人是说 X5 会强制关机啊，有的人是说 Osmo 360直接当掉啊。那我只能确定这2台录 8K 30P， 最开始的1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长时间录影的朋友啊，不管你是骑车、路跑、晒太阳，除了建议你改拍 5.7K 降低发热，我可能更建议你主力的设备是使用运动相机。运动相机的比较，我之前也有拍过，我会放在资讯栏。主因是全景相机的素材编辑起来也蛮麻烦的嘛。那如果你录得越久，编辑就要越久。如果你是担心剪辑很麻烦，又还是很想玩全景相机的话 ，X5 有 InstaFrame 模式，可以同时输出不用再编辑的平面影片。虽然你剪到一半后悔的话，也可以直接拿平面来用，一鱼两吃啊。X5 还有其他自己很厉害的功能，像是一扭快拍以及掠过片头尾。一扭快拍可以举起自拍杆扭2下就开始录影，掠过片头尾的话可以帮你自动删掉那些按钮的过程。你后置的时候是可以把它拉回来的，这些小细节也是让我用 X5 的意愿会比较高的重要功能。希望 DJI 下一代可以加进类似的东西吧。我觉得真正适合买 Osmo 360的人群只有一种，撇除钱的考量啦，就是已经买 Action 5 Pro 的用户。你的电池是可以和 Action 5 Pro 共用的，以省钱同时还拥有各种设备来讲，已经有 Action 5 Pro 的人买 Osmo 360成本只有单机身就真的很便宜。DJI 的无线麦克风真的很厉害，有点类似 Apple 的 AirPods 的感觉，还可以去调整内录啊、防爆音之类的细节功能。但我好像不推荐你为了这一点买 Osmo 360。就算你真的非常需要无线麦克风，Insta360其实也有卖啊，只是你没有在关注它，价格还更便宜，只是没它好用，这不应该是影响你购买的主要原因啦。体积跟机身的设计 ，X5 单手持会比较轻松，你要直拿横拿都可以，就是会比较舒服。Osmo 360的话要掐它这上面，就稍微有点反人类，也没有不行。你要跟我争这个，一定是你对。事实上 ，Osmo 360拿起来体感是更轻的，你应该可以尝试去搞一些新的花样。看看这个保护镜，它保护镜的位置啊，在镜头旁边留了一个手指缝。这是在教我手指要放哪里啊？最讨厌别人教我做事。磁吸方面 ，Osmo 360有超级强的极性 ，Insta360 就还好，这有好有坏。好处是 Osmo 360可以去尝试吸在一些铁质的平面，侧边是吸不太住了，但倒着吸意外可以啊，不要吸在会晃动的车底，你会在马路上捡到。但坏处的话就是它没办法很顺利的正反切换，你看我现在就是吸不上去。Insta360可以任意切换方向 ，Osmo 360强制你朝向某一边。萤幕的部分 ，X5 的萤幕大概是 Osmo 360的2倍大。Osmo 360的萤幕有点挤，对我这个粗手指的老人来说不太友善，但为了省钱，我忍。X5 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它的萤幕有稍微的延迟，这蛮影响我操作的，希望将来固件改善吧。这句话我是不是讲超过3次？再改来改去啊，你们2个要打去练武士打。说一下配件，现在你要买 Insta360 X5 的专用配件会很好买，潜水壳啊、ND 啊、滤镜啊、折叠自拍杆。DJI 这次也为 Osmo 360提供了很多的配件，但实用性还是稍微不如 Insta360。例如子弹时间配件长得跟 Insta360 被淘汰的上一代有点像哦，配件还是 Insta360 更成熟啦。或是你其实可以买 Insta360 的配件给 Osmo 360用。比较有问题的可能还是潜水壳，如果你短期内有潜水的计划，你就只能选 Insta360 了。有省钱的考量，你也可以买到它的上一代 X4 也可以。没有潜水壳的话，我偏向不推荐你带 Osmo 360去潜水。但也许你可以加价买 DJI Killer， 然后潜水完故意去换新，那我无话可说。
Insta 360还更新了水下还原 3.0， 有4套不同的水下滤镜可以用，这也很适合潜水爱好者。但我前面有说嘛 ，DJI 其实有在偷偷做潜水壳，被我抓包，所以能期待它推出潜水壳的时候会有更新类似的功能，但就是变成你不知道要等多久，看你最近会不会去潜水吧。可换镜头虽然被讲到烂掉 ，Osmo 360的价格优势就是摆在那边，可是它又强制你要买 DJI Care， 不然你镜头裂掉，维修费几乎就是你要重买一台的钱。全景相机坏掉的机会会比一般的运动相机还要多，因为它镜头凸出来啊。我觉得你可以想一下，你会不会出国使用？不出国的话 ，DJI Care 可以马上拿去代理商花钱置换新品，就比较方便。有出国使用的考量，不可能在国外马上处理机器的问题吧？你要去哪里换？那 X5 的话，可以自己多带2颗镜头出国使用。我的心可能偏向 X5 多一点，我不喜欢跑维修。那软体方面呢 ，X5 经历了很多代的打磨 ，App 跟电脑软体都相当的成熟。我比较常看到有人是说 DJI 的软体不好，但我个人觉得没有不好不信我们看 Studio， 我2个切换一下。看来有人忘记申请专利啊，但不管，这不关我们用户的事。总之没有到真的很难用啊，就长得一样，是要怎么比较难用？有些部分还是 Insta 360比较先进啊，像是 Insta 360可以单一素材编辑 ，Osmo 360强制你要创建项目，将素材拖进剪辑轨，这个反复拖进去删掉、拖进去删掉的动作就蛮反人类的。还有像 Insta 360用滑鼠左键可以拖动视角，滑鼠滚轮可以放大缩小，然后滑鼠右键就可以直接新增关键帧，这个操作起来超级快。DJI Studio 只能来回的按，也是有点麻烦，但毕竟这都是软体的问题嘛。Osmo 360持续更新的话，迟早会跟上啦，希望将来固件改善吧。有个新手会比较痛的点是手机 App。Insta 360不论是在 AI 视角选择或是自动剪辑都有不错的表现，毕竟经历了这么多代的打磨嘛。Osmo 360如果要选择 AI 视角，例如自拍视角，会强制你必须开启相机的快剪助手。X5 不打开高光助手也能正常的使用。DJI 的智慧追踪是从它的稳定器学来的，它最聪明的构图功能就是这个了。你是 Osmo 360的用户，我也推荐你使用这个。其他 AI 功能就期待未来固件更新改善吧。Osmo 360有个优势很有吸引力，就是它的 105GB 内部储存空间。这个储存空间的传输速度快到吓人，一般 microSD 卡传输速度大概只有100 MB 左右。DJI 的内置储存空间可以有300 MB 到500 MB， 超级快。如果将来 DJI 可以先把 Studio 不好用的地方都修正掉，也不用创新，就先做到不难用就好，那它很有机会在后置这一块超车 X5。但 Insta 360也不是笨蛋，说不定 Insta 360先出 X6， 就看谁比较凶。Insta 360有自己的云端服务，这个要钱，但付费之后，不管是在 App 上还是进电脑，都可以得到更快、更有效率，不用依赖相机画面常常破掉的讯号。像我的 DJI Mimo 就不知道是不是个案，我读取素材要很久，还是会破图。希望将来固件更新改善吧。然后还有编辑的返回 ，Insta 360不小心按到返回键跳回主页的话，点素材还是可以找回刚刚编辑到一半的内容，这个对手机用户超加分。DJI 的 App 虽然编辑记录还在，但我会跳到最开头的地方，有点烦。希望将来固件改善吧。我到底讲了几次希望将来固件改善？所以 Osmo 360算是及格的答案吧。但你说它赢过 X5 吗？到底赢了什么也一言难尽。结论是，假如你已经买 X5 了，我不推荐你为了画质或尝鲜跳价。就算你是 DJI 的大粉丝，但前提是你已经买 X5 了，它也没出很久啊，我还是推荐你就是继续用，然后等 DJI 的下一代。假如你已经有 Action 5 Pro 并且没有 X5，那我会推荐 Osmo 360。虽然软体各方面都还是有一些它不够好用的地方，但省钱也很重要嘛。只买单机身就好的快乐是只有省过钱的人才懂。那如果你是什么设备都没有，要买 Osmo 360还是买 X5 呢？如果只买一台的话 ，X5 经历这么久的打磨，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如果今天我是什么器材都没玩过的小白，为了更好的使用体验，更不容易觉得麻烦就放弃吃灰的使用感受的话 ，X5 是更好入门的机器。有个前提啦，就是你要有机会买到便宜的 X5， 不管是官方打折还是别人释出二手，捡便宜最香啊！现在有点像 DJI 想进军全景，但选择打价格战，用更低的价格跟在 Insta 360的后面，或者是超车到 GoPro 前面，我不知道。
它长得真的蛮像 GoPro Max， 能让 Insta360有点危机意识总是好的啦。拭目以待全景相机的未来发展吧，说不定以后全景相机会飞啊，对不对？对吧 ，DJ？ 你会想买摔坏可以自己换镜头，配件选择更多，软体更好用的全景相机，还是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感光元件更大、无线麦克风更好用，甚至不用插记忆卡就有105GB 内部储存空间的全景相机？还要记得离相机远一点，不然……没想到不报参数还能拍这么大一篇啊！希望我有帮你厘清你的购买需求，有什么我没有讲到的，你再留言，我尽量回啊。还有什么想看的，也可以留言给我，我尽量拍。就这样，我是在明明达来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